男人走在大街上，突然被歹徒扔来一颗手雷，他本想掐准时间把它扔回去，可结果……谁知第二天他又满血复活。可当他再次走出家门，总之，不管死多少次，他都会在第二天清晨醒来，然后重复的做着相同的事。先是给自己养的小金鱼问好，再换上一模一样的衣服，路过鞋店看了眼那双买不起的球鞋，接着走进咖啡店点上一杯不加糖的咖啡，然后来到银行给2位固定的美女服务。完事就等着劫匪来抢银行。等劫匪朝天上开上2枪后，保安娴熟的脱下腰带，缴械投降，然后趴在地上和男人聊聊下午茶吃点什么。他们早已习惯了这一切，因为他们不是真实的人，而是一款名叫《自由之城》游戏里面的NPC， 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供玩家们完成任务罢了。戴墨镜的是真正的游戏玩家，他们可以在自由之城里做任何想做的事；反之，不戴墨镜的是 NPC， 而他们只能按照程序设定行动。男人小盖便是其中一员。可这天却出了意外，小盖在街上看到了一个哼着小曲儿的皮裤妹，他瞬间就有了心动的感觉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家的皮裤看。保安小黑见状，急忙上来打断他：“那可是个戴墨镜的，咱们招惹不起。”可小盖根本不听，非要偏离固定路线，追上去想找妹子要个联系方式，可结果……好在他只是一个 NPC， 第二天又照常复活。然而，当他再次来到咖啡店，他突然好像有了自己的思想，非要来一杯带糖的咖啡尝尝。这可把服务员难住了，自己根本不会做呀。再看旁边的警察和身后的顾客，全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，就连外边的坦克都用炮筒子对准了他。I'm joking. Keep it on your toes. I'm kidding. Oh, you think I deprived myself of your baristic artist? 众人这才又恢复了正常。等来到银行，劫匪们又准时来上班了。他熟练地趴在地上，可一抬头，他居然又看到了昨天的皮裤妹。保安看出了端倪，告诉他那是个戴墨镜的，你们俩是不会有结果的。而这句话让小盖恍然大悟，心想着自己也弄个墨镜不就得了？于是他慢慢靠近劫匪，想借他的墨镜戴一戴，可等着他的却是一顿毒打。眼看着皮裤妹就要走远，他立刻起身反抗。就在他与玩家争执的过程中，竟一不小心开枪把玩家给毙了。他管不了那么多，拿着墨镜就冲了出去。接着他戴上墨镜，眼前的一幕瞬间让他大吃一惊，不仅所有的建筑变了，甚至满大街都是飞机大炮。这时旁边出现了一个医疗包，他伸手一摸，嗖的一下就治好了他身上的伤，这感觉简直不要太爽。突然一名玩家摔死在他面前，身上还浮现出一堆钞票，他伸手一捞，这些钱立即就存入了他的账户。小盖激动坏了，马上取出一沓现金，买了自己最喜欢的运动鞋，打算穿着新鞋去撩皮裤妹。与此同时，游戏公司接到了玩家投诉，说自己被一个 NPC 给毙了。程序员长毛和卷毛推测是黑客侵入服务器，换上 NPC 的皮肤在捣乱，但长毛始终无法追踪到这个用户。于是俩人决定进入游戏里面去抓这个黑客。很快两人就穿着免费的皮肤进入游戏，威胁小盖把蓝衬衫皮肤脱下来，否则就毙了他。小盖也是一脸懵逼，你们警察怎么这样不讲理？我根本就没有皮肤，这就是我天生的装扮。可长毛两人又怎么可能轻易相信？掏出手枪对着他就突了起来。眼看情况不妙，小盖只能仓皇逃窜，逃到一栋大楼底下，发现前方已无路可退。他下意识地一跃而起，没想到竟意外跳上了万丈高楼。看来这也不是一双普通的球鞋。可这时长毛两人开始不讲武德，直接用键盘输入作弊码，居然用周围的建筑搭成梯子追了上去。看着两人追了上来，小盖赶忙起身再次逃跑。还好在逃跑中吃了新道具，才保住了一条命，还没来得及庆祝1秒钟，结果长毛和卷毛以为成功干掉了小盖，没成想第二天一早，小盖又在家里再次复活了，还找到了正在基地偷窥的皮裤妹。What are we looking at? Who are you? Oh, okay. So we ran into each other the other day. You were humming that great song. Oh yeah. I thought you were an NPC. How did you find me? 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就被古堡中的守卫发现。皮裤妹短剑变手枪，开始进行着反击，但计划已经失败。他只好再次变换着装备，凭空打开传送通道，把小盖一起带到了自己的仓库。看着皮裤妹家里有这么多装备，都快把小盖给看傻了。皮裤妹说自己叫米莉，来游戏里是为了执行一项秘密任务。要不是你这个二货刚才让我暴露，也许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小盖秒变舔狗说：“那我帮你执行任务呗。”于是米莉展示自己高达195的等级，而你只是一个只有1级的菜鸟，想要帮我也等你升到100级再说。他告诉小盖，只要把街上的 NPC 干掉就能升级，但小盖不想伤及无辜，因为都是自己的朋友。于是他灵光一现，既然玩家们可以通过伤害 NPC 来升级，那自己干掉玩家是不是也可以升级？为了帮到心中的女神，于是他打算猎杀那些穷凶极恶的玩家来提高等级。可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，结果被人一枪给爆了头。好在他可以无限复活。第二天他
找到一个落单准备零元购的劫匪，把对方放倒后，把票子还给店主，然后拿走他的武器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练习，小盖终于掌握了快速升级的技巧，自己存款和等级均持续攀升。一时间，整个自由之城到处都有他的身影，甚至还在现实社会中上了新闻头条。玩家们纷纷猜测这个蓝衬衫到底是何方神圣，不仅比所有玩家都玩得好，升级速度也是前所未见。而此时小盖的等级已经到了102级，自己实力增强了。他也没有忘记保安小黑，在控制住抢劫银行的劫匪后，就把对方的眼镜抢过来递给小黑，也想让他录自己一样升级。可这墨镜不是谁想戴就能戴的，小黑的程序里根本没有这个编程，那小盖为什么就能戴呢？原来这款游戏是米粒和长毛开发的，长毛一直都暗恋米粒，却不敢开口，于是在开发游戏时就把对米粒的爱写进了编程里，而这个编程正好就在小盖身上。后来他们的老板老白想独吞整个游戏，于是盗用他们的游戏基础源代码，重新打包开发成现在的自由之城。米粒一气之下就选择离开公司，然后伪装成普通玩家潜入游戏里寻找老板盗版的证据，而长毛则继续留在公司里充当卧底。所以小盖在看到米粒的第一眼就被他迷住了，而且还觉醒了自我意识。此时米粒已经查到老白偷窃他们游戏的证据就藏在这个基地里，可这里守卫森严，根本就进不去。于是他就联系长毛，让长毛用外挂给他开了一扇门。可当他在数据库刚找到关键的证据，基地就突然响起了警报，随后就凭空出现了一些拿着武器的黑客，对他展开了疯狂扫射。关键时刻小盖及时赶到，可更多的守卫出现，将两人团团围住。米粒拿出武器开始阻挡，还不忘一脚将小盖踢出战场。看着米粒战斗中潇洒的身姿，小盖情不自禁咬了咬嘴唇，但突然的一脚打断了美好。两人配合之下击飞了守卫，小盖连忙骑上杜卡迪，米粒踩着守卫跳向空中，接着一个空翻来到小盖的身前。Is that a Glock in your pocket? No, What? it's 2 Glocks. 在一番旋转射击过后，两人冲向了窗台的断崖边。I don't suppose this thing can fly. No. Jump. 就这样，两人打着飞机离开了这里。他们来到小盖的仓库，看见小盖在这么短时间就获得了这么多装备，米粒立即就对这个有上进心的玩家产生了好感，甚至把找证据的目的也都忘了。两人每天都粘在一起，不但一起去吃冰激凌，还一起玩荡秋千，最后竟然还播在了一起。长毛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竟然在游戏里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情敌。看到米粒和小盖在游戏里的亲密关系，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于是就想查查小盖现实中的身份到底是谁。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还真的吓一跳。原来小盖就是他当初编写的那个编程，难怪他翻遍了所有玩家的信息，也找不到小盖的 IP。得知真相后的长毛赶紧找到米粒，把小盖是一个电脑代码的事实告诉他。可米粒打死也不愿意相信，我刚和他打完波，你就告诉我他只是个 NPC， 这不是在用刀子扎我的心吗？那可是我的初吻啊！但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，也容不得他不信。还没等米粒从丢失初吻的情绪中走出来，长毛就又告诉了他一个更坏的消息。原来老白想把自由之城升级到 2.0 版本，到时候小盖和所有证据也都会一起被删除，离游戏升级只剩48个小时的时间了。如果还找不到证据，那他们就永远也找不到老白盗窃的证据了。时间紧迫，米粒赶紧来游戏里找到小盖，把他是一个电脑代码的真相告诉了他。整座城市也只是一个封闭的游戏世界，而你们这些 NPC 存在的意义，也只是供现实世界的游戏玩家打着玩的。米粒又把自己来这里找证据的目的也告诉了他。小盖听后一脸茫然，他始终不愿意相信自己只是个游戏代码。他一口气跑到海边，想要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出去，可游戏的边界始终让他无法通过。此刻他不得不相信自己的确处在一个虚拟世界中。知道真相的小盖冲到了大街上，告诉大家这里的一切全部都是假的。他找到好友小黑，告诉他所有人都只是游戏的代码，但小黑却说那又怎样，起码这一刻是真实的。小盖听后豁然开朗，管他真实不真实，只要活好当下就好。随后他来到基地的数据库，想要帮米粒拿到那份证据，没想到看守数据库的守卫竟是他的铁杆粉丝，对小盖仰慕已久。他一边吃着辣条，一边控制着游戏里的人物，直接就把证据交给了小盖，这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拿到证据后，他赶紧来找到米粒，可当两人刚想把资料打开，米粒却突然卡住了。再看游戏里的所有玩家也都卡住不动，接着大街上的所有事物连同小盖一起全都消失不见了。原来是小盖在游戏里疯狂打击恶棍玩家，不仅给游戏增加了许多乐趣，还因此收获了大量的粉丝，导致各地的玩家疯狂痴迷这款游戏，纷纷发文表示抵制升级到 2.0 版本。老白因此大发雷霆，
立刻就命令卷毛重启服务器，将小盖恢复成初始状态。此时全国各地的玩家都在等着服务器重启，米莉也是满脸的无语。等到服务器重启完毕，米莉第一时间进入游戏去找小盖，可小盖已经恢复了出厂设置，完全就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。这时长毛告诉他，重启服务器并没有删除小盖的编程，只是缺少一个契机让他苏醒。上次他是遇见了你才激活自我意识的，所以现在也只能靠你把他唤醒。米莉一听就知道该放大招了，他直接闯进银行，挟持了小盖，把他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拽着他的领子就拨了上去。那熟悉的感觉瞬间就唤醒了小盖的记忆，他不仅想起了他们俩的事情，还想起了米莉他们研发的最初建模在哪里，接着便带着米莉来到自己房间。原来游戏建模就藏在自己的窗帘上，而老白在抄袭时只隐藏了水平线以上的建模，却忘记将倒影删除。如果能找到的话，那就可以控告老白夺回自由城的所有代码。现实世界中，程序员卷毛也查出了建模的位置，就在游戏世界中大海的最南边，而小盖则在游戏内凭借知名度喊来所有的 NPC， 并且将真相告诉了他们。在小盖的鼓舞下， NPC 决定不再受程序的束缚，于是当玩家们再次上线时，所有 NPC 都不见了踪影，只剩下一个空空如也的城市。这也导致现实世界中的大量玩家纷纷不买账，同时也传到了老白那里。于是他决定除掉里面的始作俑者小盖和米莉。很快米莉的账号就被删除，如今只剩小盖一人前往。好在程序员卷毛为他铺好了过去的桥，可就在此时，一个8块腹肌的猛男出现在小盖面前，而他正是老白制造的杀人王。小盖根本不是对手，被揍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关键时刻，小盖拾起一旁的墨镜戴上，竟召唤出美国队长的盾牌，硬生生挡住了大块头的致命一击。而盾牌后面则是绿巨人的大拳头，大块头被打飞10米远。而小盖则顺势掏出医疗包补充状态，接着召唤出光剑。再次变换魔法锤，重重地砸向了他。手中的武器五花八门，大块头毫无还手之力。然而，明明可以直接补枪的他，却选择召唤传送门耍帅，结果被大块头径直扑倒在地。但小盖却并没有选择反抗，而是将墨镜戴在了大块头眼睛上。看到如此奇特的世界，大块头也无心恋战，一路朝着金币追了过去。没有阻碍的小盖带着同事小黑一起朝桥的方向跑去，但没想到的是，穷途末路的老白使出了最狠的一招，那就是砸毁游戏服务器。很快，整个游戏世界开始慢慢消散。You get to that field. No, we matter. 无助的小盖只能一路狂奔，终于在最后一秒跳入了大海。而这里也是整个游戏的建模所在地。这下有了充足的证据，老白直接被警察逮捕，而小盖也来到了一片绿意盎然的完美世界。所有的 NPC 一起欢呼，小盖为大家找到了一片全新的大陆。米莉再次注册账号找到小盖，小盖却告诉他自己是真的爱他，但这也只是恋爱的代码，而真正爱他的另有他人。恍然大悟的米莉连忙冲出游戏，找到长毛，两人看向对方，一切尽在不言之中。而自此之后的游戏世界也一改往日的设定， NPC 不再是玩家们屠戮的对象。小盖再次见到好友小黑，两人激动地抱在一起，甚至和大块头也成为了好朋友。